眼前的松鼠紧紧盯着小哥手里的松子，想吃却很害怕。不嘛！小松鼠被感动得一动不动。此时觉得小松鼠可爱的扣666，很快小松鼠怀里就被塞得满满当当。第二天，松鼠看见小哥，连忙跑了过来。这回小松鼠不再害怕，拿起手里松子就大口吃了起来。似乎他也明白小哥是位好人，于是肆无忌惮地吃着小哥手里的松子。对于小松鼠而言，能够每天吃上美味的松子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啊！小松鼠高兴地在草丛中蹦蹦跳跳，开心地摇晃着尾巴，似乎很高兴自己交到了人类朋友。从此以后，小哥每周都会带着礼物来森林探望小松鼠，并且还为小松鼠取名为奥斯卡。而小松鼠也将小哥当成了最好的朋友。就这样日复一日，时间转眼到了冬天，小松鼠也换上了灰色的外衣。此时他和小哥已经有了深厚的友谊，吃起东西来也不再客气。拥有这样一个土豪朋友，小松鼠也成了森林中最幸福的鼠。小哥询问奥斯卡家里的存粮还够吗？奥斯卡有些不知所措，连忙把头扭了过去。小哥示意奥斯卡再过来吃点，这才勉强化解了尴尬。眼前人和动物相处的情景多么温馨啊！第二天，小哥再次来到森林，奥斯卡开心地在小哥脚下跳来跳去。小哥掏出一把松子递给奥斯卡，奥斯卡大口地吃着，看样子是饿坏了。小哥对奥斯卡说：“你别急，慢慢吃，明天我多带些你拿回去存储。”说着，小哥又掏出一颗花生递给奥斯卡。奥斯卡津津有味地品尝着，自己已经好久没吃过这么美味的花生了。几天后的清晨，小哥看见奥斯卡在雪地里四处奔跑，似乎在寻找着什么，不知道这家伙有没有饿肚子。小哥呼唤了一声，奥斯卡赶紧朝着小哥跑了过来。小松鼠也没客气，直接站在小哥手上吃了起来。可不一会儿，他就转身跑开了。他到底要干什么呢？小哥仔细观察，才发现奥斯卡正在将嘴里的食物藏起来。这家伙还真是聪明啊！藏好之后，还不忘用积雪将食物覆盖掉。随后，奥斯卡又蹦蹦跳跳返回了小哥手里。这回奥斯卡才踏实的品尝着美味。小哥告诉奥斯卡多吃点，自己还有很多呢。临走之前，小哥将全部的松子留给了奥斯卡。奥斯卡高兴得不得了，这下自己终于可以安心过个好冬了。万物皆有灵性，即使不同物种之间依然能感知彼此的善良和关心。爱护生态环境，保护动物是我们共同的责任。愿每个生命都能被温柔对待。几名监狱猛男刚刚因为一只猫大打出手，打架原因竟是对方说自己的猫长得不好看。这里是某国监狱的大型撸猫现场，多数的犯人都拥有一只属于自己的猫，没有猫的人在这里属于消极分子。只有那些表现优异、严格遵守纪律的人，才有资格成为一名铲屎官。除此之外，监狱会定期进行考核，如果表现不佳，猫咪将被随时收回。这名壮汉不断哀求着管理，希望能让管理不要将猫咪收走，因为他刚刚违反了规则，所以即将成为无猫之人。这样的打击对于他来说简直要命。因为在这里，猫咪不仅是囚犯们唯一可以倾诉和陪伴的对象，更是身份和荣誉的象征。原来这是某国动保组织和监狱联合推出的一项流浪猫救援计划，让一些受过虐待和无人领养的流浪猫交给囚犯们照顾。起初这个计划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，因为大家觉得这群穷凶极恶的人肯定会虐待小猫，这样做无异于将猫咪送进了地狱。然而谁也没想到，这群闻着花臂的大哥们却展现出了柔情似水般的温柔，一个个壮汉瞬间秒变猫奴，可爱的猫咪化身天使，不仅治愈了囚犯们孤独的内心，更唤醒了每个人心中善良有爱的一面。为了能得到一只属于自己的猫，每个人都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积极性，因为只有在各方面都表现良好的犯人才有资格拥有领养猫咪的权利。这位黑哥通过半年的努力，成功领取一只大橘，此时他的心情比中了500万还要开心。而这位花臂大哥同时拥有6只猫，据说他踩坏了5台缝纫机，在这里没人能拒绝一只猫的诱惑。他们努力工作，积极学习，然后将换取的报酬给猫咪们买新衣服穿。每天囚犯们会认真的帮猫咪清理卫生，还会很耐心的帮小猫清理耳朵和毛发。大家省吃俭用，为猫咪置办一些玩具以及小零食，完全把小猫当成了自己的家人。曾经到处惹是生非的壮汉们，现在居然一起为猫咪制作猫爬架，让猫咪时刻享受尊贵的服务。不仅如此，几名壮汉还学起了手工活，一起为各家的小主织毛衣。虽然画面有些尴尬，但当为猫咪戴上自己亲手制作的小红帽时，胡子哥露出了慈父般的微笑。这些和谐有爱的画面让动保组织感到不可思议，谁也不敢相信一群流浪猫竟能让监狱的犯人改变如此之大。现在看来，这个项目无疑是成功的，因为当地很少有人会去收养这些流浪猫。如果长时间没人领养，那么猫咪最后的下场就是进行安乐死。这些流浪猫多数遭受过人类的虐待和遗弃，
所以他们对人类的戒备心很强，导致很难被收养。但在这里，囚犯们的耐心和关爱感化了猫咪。流浪猫不仅打开了心扉，还有了一个温暖的家。同时，囚犯们也开始学会做一个温暖善良的人。这是一次彼此的双向救赎。囚犯们感受到了无条件的温暖和爱，他们慢慢肩负起责任，努力成为一名更好的人。据说，自从推行流浪猫计划以来，监狱的暴力行为以及其他各种违规行为直线下降了300%。猫咪的出现让这些人学会了如何去爱，如何用非暴力手段去解决问题。那些曾经脾气暴躁的罪犯，如今一个个都变成了和蔼可亲的大叔。大家讨论更多的话题是如何让自己与猫咪相处得更融洽。一位狱中的画家特意花了几个月为猫咪作画，并且还挂在了墙壁上进行展览。小猫们在这里拥有绝对自由的权利，犯人们不会限制猫咪的行为，因为他们想让猫咪获得最大程度的自由。大家每天最幸福的时刻就是与猫咪待在一起。这位光头哥自述，自己本来已经放弃了对人生的一切幻想，因为他还要待够126年才能离开这里。但喵星人的出现让他的内心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。每天繁忙的工作后，撸猫成了光头哥最大的乐趣。这只猫咪也成了他生活中唯一的陪伴和亲人。他对小猫视如己出，仿佛他们彼此有着莫名的缘分。原本流浪街头的小猫在远离繁华后，最终在这里找到了温馨的家。他们一起玩耍，相互陪伴，寒窗铁笼无法禁锢此时属于他们的快乐。猫咪的出现如同一束光照进了他的心里。或许真正的自由与身体无关，它起源于内心，存在于精神和思想中。我想他此刻是幸福的，更是自由的。另一位曾经叱咤风云的花臂哥，成功被这只狸花猫俘获芳心。在猫咪面前，他展示出了前所未有的温柔。花臂哥自嘲到自己原本的脾气异常暴躁，打架几乎是家常便饭。当遇见猫咪后，不仅自己的脾气改变了不少，还有了更多的耐心。每当看见猫咪充满爱意的眼神和行为时，总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和力量融化着自己的内心。现在猫咪已经是自己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他不管走到哪里都要将猫咪带在身边。或许在花臂哥眼中，小猫不仅是一只宠物，更是治愈心灵的良药和朋友。而眼前这位大爷更是毫不避讳地表达自己爱它大于一切，搞得猫咪也有些不好意思了。许多人在感受被爱之前从未去爱过，现在他们懂得了责任与爱。一边是误入歧途不知如何去爱的人，另一边是曾被伤害饱受虐待从未被爱过的流浪猫。当二者碰撞在一起，竟产生了如此神奇的力量。他们都以爱的方式治愈了对方。对于猫咪来说，他们不用被处以安乐，获得了重生的机会，并且在监狱里找到了温暖的归宿。而对于囚犯们来说，他们遇见了更好的自己。猫咪唤醒了每个人心中美好的一面，他们相互治愈，相互取暖，同时也成为了彼此的救赎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仅仅将宠物存在的意义看成是陪伴，但我觉得它们更多的是治愈。当我们沮丧时，它可以让我们心灵洒进阳光；当我们看不到生活的希望时，它又让我们重新燃起面对困难的勇气。如果此时你觉得生活不开心，那不妨去养一只猫，或许它可能是你的良药。这只美羊羊逃跑了6年，一推子下去，直接从身上画出了一道分界线。当人们找到它时，绵羊全身覆盖着厚重的羊毛，只露出了一张落魄不堪的脸颊。可想而知，这些年的流浪生活简直糟透了。为了躲避农场主人为自己修剪羊毛，他毅然决然地逃离了农场。错误的选择让他从此踏上了流浪的生活。怀揣梦想出发的他，如今却成了这般模样。他甚至连剪头发的钱都支付不起。据说是当地的动物救援组织将他从悬崖边救了回来。大家猜测他在野外没有被狼吃掉的原因，大概是因为这身厚重的羊毛，毕竟狼也不知道该从哪里下嘴。此时他像极了一坨行走的棉被。为了让他重新做羊，农场主人决定帮他摆脱身上沉重的负担，但身上厚重的羊毛已经让他寸步难行。两人合力才将他从车上拉了下来。由于重心不稳，美羊羊一个不注意就摔了下去。旁边的绵羊看了半天也没认出这是自己的同类，就连不爱凑热闹的狗子也跑来吃起了瓜。此时他害羞地低下了头，脸上早已没了昔日的自信与朝气。在外漂泊的生活改变了他的容颜，厚重的羊毛压得他已经快要窒息，就连想看清前方的路都很艰难。幸运的是他回家了，接下来主人一推子下去，让他感到如释重负。日积月累的羊毛牢牢粘在他的身上，老主人推起来都显得格外吃力。半小时后，他终于露出了脑袋。整个修剪的过程他没有一丝反抗，反而是很安静地享受整个过程。由于羊毛超过6年都没有修剪，所以大部分已经凝结成块状，主人只能找来剪刀将其剪断，接着反复用推子继续清理。终于在主人长达2小时的修剪下，他摆脱了困扰了自己6年之久的束缚。经过几次的修剪，从他身上一共产下70多斤的羊毛，很难想象这些年他是如何度过的。为了防止绵羊因着凉而感冒，老主人还特意为他定制了一件新衣服，随后把他带回了6年前生活的地方。此时的他已经饿坏了，狼吞虎咽的就开始干饭。流浪的生
生活已经在他脸上留下了时间的脚印。这一刻，他终于回家了。仙草还是熟悉的味道，每一口都是满满的幸福感。看着眼前陌生又熟悉的家，他开始思考6年前的选择是否正确。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。他深沉的目光中写满了故事，曾经稚嫩的脸庞也布满了岁月的痕迹。在羊群中，他显得格格不入，但他心里知道那是何原因。时间匆匆如流水，6年时光仿佛就在昨天，但他却早已不是从前的那只羊了。这只狗在寺庙出家了，他每天跟着和尚虔诚的吃斋念佛。据主人说，狗狗已经在山上修行了5年，5年的时间里，它没有吃过一口肉，啃过一根骨头，平日里主要以土豆为食。面对上好的狗粮，它却不屑一顾。主人夸赞小白与佛有缘，它的身体和心灵已经得到升华。然而，就是这么一只老实巴交的狗子，却整整骗了主人5年，堪称狗界的奥斯卡影帝。原来这一切的美好都是他装出来的。每当主人离开后，小白就趁机溜到山下，穿越重重的山路，再跨过一座小桥，最终他来到了一家卤肉店门前。由于是店里的常客，很快老板娘就为小白端上来一大盆卤肉。狗子一边大口吃肉，一边默念着阿弥陀佛，吃的眼泪都快流出来了。没过2分钟，盆里的肉就被造了个精光。小白意犹未尽的舔了舔嘴，示意老板娘可以再来点。店主也是毫不吝啬，直接又给狗子碗里塞得满满当当。想起自己每天在山上吃的土豆，小白吃得更香了。店主很是不解，狗子每次最少吃2大盆，难道是寺庙里没吃的吗？可他哪里知道狗子心里的苦啊！没有肉吃也就算了，顿顿土豆神仙也扛不住啊！吃饱喝足后，这家伙连招呼也不打，转身就走。小白准备前往下一个目的地，在穿越几条街道后，他来到一家烤肉摊，靠着佛门的金字招牌，狗子顺利得到几块牛排。老板说小白经常来化缘，因为是寺庙的狗，为了结一份善缘，基本大家都会热情地招待他。此时小白已经完全沉浸在都市的灯红酒绿，索性今晚就不回寺庙了，毕竟明天还有正事要做。第2天，小白起了个大早，原来是找女朋友约会。两狗含情脉脉，刚见面就开始搂搂抱抱，这让佛祖的面子往哪放呢？随后小白又来探望第2位女友，奈何一扇铁门挡住了爱情。小白对此也很无奈，不过这都没关系。很快小白来到了第3位女友面前，结果恰巧被家主撞见。看样子女友的主人很反对这门亲事，原来人家早就知道小白是个海王。失落至极的小白只好恋恋不舍地离开。回到寺庙后，小白还是一如既往的在佛堂门前祈祷，只是脸上多了一份伤感。不出意外，中午又是2个土豆，晚餐是1盘柿子。此时小白已经生无可恋，再这样下去真的要还俗了。面对毫无胃口的素食，小白选择了睡觉，可还没睡多一会儿就被一阵叫声吸引，他高兴的一路小跑。原来今天的约会还漏掉一个女友，对方还带了2个孩子来探望小白。此时小白睡意全无，完全沉浸在家人团聚的幸福中，但这一幕却让主人惊掉了下巴。他怎么也不敢相信小白居然在外面有了小狗，映入眼帘的亲子画面时刻刺激着主人的神经。当2父子玩得正嗨时，小白突然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。他看了一眼孩子，本想找个理由搪塞过去，可小狗和他长得如出一辙，要说不是亲生的自己都不信。没办法，也只好摊牌了。主人还观看了狗子大口吃肉的录像，大爷心情顿时就不好了。本以为他已遁入空门，没想到这家伙竟然骗了自己5年。第2天，主人准备找小白谈谈。罪孽深重的狗子完全不敢面对主人，可没想到主人不但没有责怪他，反而疼爱地摸了摸他的狗头。大爷不愧是修行之人，对于小白下山吃肉和悄悄生小狗的行为，他都表示理解。毕竟动物的天性本该如此。可让大爷比较纳闷的是，狗子藏得太深了。如果不是记者发现自己现在还蒙在鼓里，随后大爷带着狗子上门表示感谢，本想将小白欠的账还上，可店家都婉言谢绝了。大家都表示非常喜欢小白，现在他已经是当地的网红狗。看着有这么多人喜欢小白，大叔也是倍感欣慰。动物专家告诉大叔，狗子需要蛋白质来补充营养，所以要适当的给它吃点肉。小白听后心里默默感谢了800遍专家。至此，小白终于过上了餐餐有肉的生活。为了让他留在家里过夜，大爷还特意为小白定制了新家，不然以后一群小狗仔上山寻亲就不好了。遇见这么好的主人，也算是小白的福气。这下他终于可以做回真正的狗了。眼前的老爷爷抱着狗狗失声痛哭起来，嘴里不停念叨着对不起。狗狗名为奥斯卡，迄今为止已经陪伴老2口走过了13个年头。奶奶一边帮奥斯卡梳理毛发，一边哽咽地说着下辈子找个好人家。由于家里贫穷，实在拿不出那么多钱给狗狗看病，现在狗狗身上长满了大大小小的肿瘤。望着躺在地上的奥斯卡，奶奶只能无奈地叹着气。老爷爷抚摸着奥斯卡说道：“跟着我吃了一辈子的剩饭，委屈你了。因为老2口祖祖辈辈都是农民，所以经济上并不富裕。眼看着狗狗的病情越来越严重，可自己却无能为力。老爷爷说他已经时日不多了，现在整日趴在窝里不肯出来，身上的肿瘤让他日渐消瘦。老爷爷很是心疼。此时奥斯卡将爪子搭在了主人手背上，似乎在安慰着主人别难过。病痛的折磨让奥斯卡失去了以往的笑容和活力，即便如此，他还是会乖乖听主人的话。他经常独自发呆，眼神中充满着对主人的不舍。
这天，主人破天荒的买来了上好的狗粮，他示意奥斯卡多少吃一些，然而狗狗却连看都没看一眼，直接把头扭到一边，选择了拒绝。这时，老伴从屋里端出了一碗剩饭，难道他更喜欢吃剩饭吗？奶奶说他吃了一辈子剩饭习惯了。狗狗知道自己时日无多，所以不想让主人再为自己增加不必要的负担。看着如此懂事的奥斯卡，奶奶心里五味杂陈。狗不嫌家贫，对于田园犬来说，一碗剩饭同样也是人间美味。吃完饭后，他会走向小院的围墙，或许这里有着属于他童年的回忆。不久后，狗狗病情加重，但奶奶依旧每天为它梳理毛发。奥斯卡抬起虚弱的手，似乎想要表达奶奶多日的照顾。奶奶用毛巾不断帮奥斯卡擦拭着身体，哪怕在最后的日子里，她也要将奥斯卡打扮得漂漂亮亮的。奥斯卡双眼紧闭，似乎已经接受了命运的安排。好在节目组为他请来了兽医，医生马上为狗狗做了初步检查。现在奥斯卡的身上布满肿块，情况不容乐观。医生说，如果早点治疗，或许不会发展成这样。老爷爷沉默不语，心里满是愧疚。随后，老爷爷准备带奥斯卡去医院治疗，可当走到家门口，他却停下了，说什么也不肯走出家门。他害怕自己再也回不来了。无论生前是后，家都是他唯一的归宿。最后，老主人只能将他强行拖上了车。奥斯卡望着沿途的风景，这是他第一次来到繁华的都市。几小时后，他们到达了医院，但由于狗狗的年龄太大了，手术时无法进行麻醉处理。老爷爷不断安慰着奥斯卡，希望他能配合医生完成手术，而他似乎也听懂了主人的意思。他双眼紧闭，默默承受着身体的巨大疼痛。看到坚强的奥斯卡，奶奶忍不住流下了眼泪。在老爷爷陪伴下，几小时后手术顺利完成了。奥斯卡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，他知道自己得救了。但医生表示，虽然肿块被切除，可肿瘤已经扩散到全身，他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。最后的时光里，奥斯卡非常开心，可他多想一直陪在爷爷身边啊。几个月后，他还是倒下了。望着即将离开的奥斯卡，奶奶忍不住哭了起来。奥斯卡紧紧依偎在爷爷怀里，他深深把头埋了进去，似乎想告诉爷爷自己舍不得离开他。在生命的最后几小时，奥斯卡依旧脸上挂满微笑，因为能遇见对自己这么好的主人，他已经心满意足。此时，爷爷嚎啕大哭起来。他哭着对奥斯卡说：“下辈子记得找个好人家。”老人心里满是愧疚和不舍。虽然他只是一条狗，但却给了老人13年的守护和陪伴。万物皆有灵性，如果遇见，请善待。我是小奶狗，我们下期再见。两只流浪猫彼此相拥在一起，在他们身上上演了一段童话般的爱情。他们的经历完美诠释了爱情的忠贞不渝、至死方休。看完这个故事，你会更加理解爱的含义。千万不要嘲笑眼前的小橘猫，虽然它腿部残疾，但却有着令无数人向往的爱情。没有遮风挡雨的大房子，街边的杂草堆便是他们温馨的小窝。没有美味的肉罐头，可他们却有着无拘无束的自由。每当小辉外出时，小橘会在家中静静等待丈夫回来。当听到小辉的呼唤后，她拖着残疾的双腿来到了街边，残缺的身体让她每向前挪动一步都那么吃力。最终，小橘来到丈夫身边，他们学着人类的样子，用亲吻表达着彼此的爱意。小辉总是深情地望着妻子，尽管他们在一起已经有2年了，可小辉对小橘的爱未减分毫。2年前的一场车祸导致小橘无法正常行走，当他奄奄一息地爬到路边时，一个模糊的身影走进了他的世界。从此，小辉便一直照顾着小橘。一位经常喂养流浪猫的大姐说，自己被他们的爱情深深打动了。每次喂他们食物时，小辉总是站在一旁看着妻子吃。其实他也很饿，但小辉从来不去吃地上的食物。只有等妻子吃饱了，他才会把剩余的食物吃干净。此时被感动的请扣666。当夜晚来临时，他们会抱在一起，给予对方温暖。这天山顶突然出现一只白猫，小辉立刻变得警觉起来。他将小橘紧紧护在怀里，生怕妻子受到伤害。看到白猫走向了食物，小辉这才松了一口气。因为流浪猫会经常因为争夺地盘而打架，为了妻子的安全，小辉选择了忍耐。白猫吃完准备离开，见他走远后，小辉转身追了上去，直接出手教训了白猫。见对方来势汹汹，白猫选择了退缩。原来在小辉心里，妻子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。当回来后，小辉抱住了小橘，仿佛在安慰妻子，别怕，一切有我呢。守着怀中熟睡的小橘，小辉警惕环顾四周，生怕妻子再受到任何的伤害。2条流浪生命在平凡的生活中演绎着伟大的爱情。也许没有衣食无忧的生活，但即使风餐露宿，也依然可以拥抱幸福。他们的事迹感动了很多人，大家纷纷慕名而来，并且为他们送上自己的一份心意。一位小姐姐在小窝的上面放了一把伞，她说希望小辉和小橘不要在雨淋日晒。虽然拥有好心人的帮助，可流浪猫的生活并没有想象那么容易。为了生存下去，他们会面临地盘和食物的抢夺。然而对于残疾的小橘来说，他想要生存就必须要放弃和忍让，这是他唯一活下去的方式。此时他只能期盼小辉早点回来，因为小辉已经是他唯一的依靠。在艰难的生存环境下，这对恩爱夫妻走过了无数的漫漫长夜。这天，大姐像往常一样来探望猫咪，但却惊讶地发现附近布满了垃圾，很明显有人故意为之。大姐连忙四处寻找它们，最终在不远的山头发现了
了小菊，她躲藏在草丛里，似乎受到了惊吓。小菊艰难地爬行着，几分钟后，她来到了街道，不断四处张望着什么，难道是在寻找自己的丈夫吗？突然，一辆汽车飞驰而过，惊慌失措的她赶紧跑到一边。此时，小辉出现在街道上，他来到小菊身旁，抱歉，我的宝贝，今天又让你饿肚子了。对于空手而归，他深感愧疚，但或许这就是流浪猫原本真实的生活。好心的人们找来救援队帮忙，并且还带来了兽医。救援队立刻开展行动，他们决定采用诱捕的方式进行救援。通过大姐的不断引导，小辉逐渐放下了戒备，很快救援就成功了。他惊慌地在笼内窜来窜去，也许此刻他更担心的是妻子的安危。随后，救援人员将小辉放进铁网中，想以此来吸引小菊。不久后，小菊出现在了街道上。当看见笼内的小辉时，他毫不犹豫地走了进去。原本胆小的他此时却没有畏惧，因为他的生命已经不能没有小辉了。相濡以沫的爱早已深入骨髓。两只猫咪被成功救援后，它们马上被送去了宠物医院。经过对小辉的一番检查，医生表示他身体状态良好，而另一边的小菊却没那么幸运。由于双腿长期与地面摩擦，已经让他的双脚露出了骨头，很难想象他每天都在经历着怎样的痛苦。另外，他的后腿已经变形，通过手术恢复的希望微小，但医生表示自己会尽最大的努力。2个月后，当记者再次看到小菊时，他的伤口已经愈合，并且已经能够奔跑行走。奇迹般的故事再一次降临在他的身上。相比之前的样子，小菊已经脱胎换骨，医生也觉得难以置信，或许他得到了上天的眷顾。故事的结尾，那位经常喂养流浪猫的大姐收养了小辉和小菊，他们一如既往的每天秀着恩爱，在续着流浪生命中的情缘。即使过上了衣食无忧的日子，小辉仍未改变流浪时的习惯。妻子没吃饱之前，他绝不去碰碗里的食物，把最好的留给最爱的人。或许这才是爱情该有的样子。虽然他们只是动物，但我却在他们身上看见了爱的光芒。愿世上所有有情人都能拥有一份相濡以沫、不离不弃的挚爱。我是小奶狗，我们下期再见。眼前的大叔被一群浣熊围攻了。昨天深夜，一只浣熊突然来访，于是大叔送给了浣熊一根火腿肠。没想到第二天晚上，一群浣熊跑来敲门，一眼望去，黑压压的一大片，数不清的浣熊聚集在门外。大叔准备将自己今早刚买的葡萄送给他们，可还不到2分钟的时间，一桶葡萄就被吃了个精光。其中2只浣熊还因为一粒葡萄打起架来。他们成群结队的来到这里，就是为了能和大叔讨口吃的。为了让浣熊们能吃饱一点，大叔拿了一盒火腿准备投喂。浣熊们看见大叔手里的食物，迅速围了上来。仔细一数，浣熊足足有30多只。好家伙，这是拖家带口来讨饭的呀！他们争先恐后的排队等着大叔发火腿，领到食物的马上跑到一旁享用美食。浣熊们也非常懂礼貌，井然有序的等待大叔分到自己手中。此时大叔格外开心，自己生活在山里几10年了。浣熊突然的登门造访，让大叔第一次感受到这么热闹的氛围。很快手里的火腿就分完了，可浣熊们还意犹未尽，似乎还在回味着刚刚的味道。大叔决定热情招待这群朋友，他将冰箱里储存的小番茄全部倒给了浣熊们。不过这些对于浣熊来说完全是开胃水果。转眼的时间，地面上已经空空如也。此时大叔再次走了出来，这些火腿可是我全部的家当了。小浣熊们眼睛紧紧盯着大叔手中的美食，还没等大叔坐下，浣熊们再次围了上去。大叔一根接一根的分给他们，也不知道这群浣熊从哪里冒出来的，平日在山里都很难见到一只，今天这是组团来过年吗？身后的浣熊不断拽着大叔的胳膊，别光给他们分啊，我等了这么久还没分到呢。大叔连忙塞给他一根，小家伙总算顺利领到了美味的火腿。5分钟后，盒子里的火腿被分得一干二净。大叔示意浣熊们可以回家了，可他们还以为大叔又去屋里拿吃的呢。浣熊们在院子里一直等着，一转眼半小时过去了，浣熊干脆面丝毫没有要走的意思。大叔只好端了一盒饼干出来，看见美食的浣熊瞬间打起了精神。大叔将饼干撒在地上，这群家伙还真是不挑食，也不知道他们饿了多久，怕浣熊们吃不饱，于是大叔又将家里仅剩的猫粮分给了浣熊。这下应该够了吧？再不够我真的没办法了。此时觉得浣熊可爱的扣888，浣熊们一个个吃得心满意足，心想这下以后的饭票有着落了。可家里的猫咪不乐意了，它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前盯着自己的猫粮，你把我的猫粮都给他们了，那我以后吃啥呢？想到这里，小猫委屈地低下了头。大叔进门后安慰猫咪，明天我去集市给你买罐头吃。猫咪直接将头转了过去，这委屈的小表情简直太搞笑了。另一只猫咪也很生气，在厨房走来走去，心里很是郁闷。虽然家里的猫咪很生气，但今天却是大叔最开心的一天。让我们为好心的大叔点赞，同时也希望看到视频的朋友能多陪伴老人，保护动物是永不过时的主题。我是小奶狗，我们下期再见。
一只母猫站在门外，嘴里还叼着小猫。主人高兴地打开了门，原来消失1个月的母猫是去外面生宝宝了，难怪最近一段时间总是不见踪影。小花曾经是只流浪猫，今天第一次带着小猫回到属于自己的小窝。作为母亲，她也知道要给孩子一个安稳的家。主人猜想小花在外面肯定还有其他孩子，果然在安抚好小猫的情绪后，小花站起身，冲着主人喵喵叫了几声，接着朝着门外跑了出去。小花非常警惕，先是环顾四周确认没有危险后，接着径直走进了一扇铁门。几分钟后，小花嘴里叼着一只小猫走了出来，主人很是惊讶，没曾想它居然将宝宝藏在了杂货间里。看样子小猫出生还不到半个月，这家伙还真是个藏猫猫的高手啊！小花将第2只小猫叼回窝，接着开始帮小猫清理毛发。看见主人直勾勾地看着自己的宝宝，小花下意识将宝宝护在怀里，仿佛在告诉主人别打宝宝的主意。简单休息后，小花又准备出发了。不久后又叼出一只小猫，叼回窝里的小猫叫个不停，小花贴心地安慰宝宝。小猫咪终于安静了下来，小花这才放心去叼其他宝宝。门外的姐妹想让她坐下聊聊天，可小花并未理会，她知道自己要尽快将宝宝转移到新家。一转眼的时间，小花嘴里又叼了一只小猫，一旁的猫咪也有点羡慕了，这是生了几只啊？想到自己还没生过宝宝就被做了绝育，一时间她陷入了无限的沉思。小花不断用舌头舔着自己的宝宝，小家伙还没睁开眼睛的样子简直萌化了。把宝宝安顿好之后，小花又要出发了。这家伙还真是能生啊，也不知小花上哪去找的老公，这都半个月了才把宝宝叼回家。还好5只小猫都很健康。看着眼前温馨的一幕，主人也是由衷的为小花感到高兴。突然小花又要起身往外走，难道还有其他宝宝吗？主人心想这下可有的忙了。可这次小花却独自一人回来，原来是她不放心，又跑回去检查了一遍，确认没有宝宝被漏下，这才放心的跑回窝里。此时觉得母爱伟大的扣叭叭叭。由于猫妈妈离开了一会儿，5只小猫喵喵的不停的呼唤着妈妈，小花用舌头不断舔着自己的宝宝，小猫咪也陆续安静下来。此时它们最需要的就是妈妈的怀抱。主人摸了摸小花，这回有了宝宝可别乱跑了。小花似乎也听懂了主人的话，静静地趴在一旁不敢走远。看着眼前这群可爱的小奶猫，我都想抱一只回来养，谁会拒绝这么呆萌的小猫呢？还没等主人多看几眼，小花就在门外叫个不停，估计是有点饿了。主人把门打开后，果然小花跑去开始大口的干饭。母猫在喂养小猫时需要大量的营养，估计这家伙也知道主人会照顾月子，这才将宝宝们都叼回了家里。小花还真是聪明，天底下有哪个母亲希望自己的孩子过着流浪的生活呢？母爱真是伟大，愿每个流浪生命都能被温柔对待。我是小奶狗，我们下期再见。一只松鼠拦住了小哥的去路，蹦蹦跳跳来到小哥面前。小哥放下一把松子，示意小松鼠快点吃。小松鼠也没客气，二话不说就津津有味地吃起来。看见小松鼠吃得这么陶醉，小哥便不再忍心打扰。几分钟后，小哥一回头，发现这家伙竟然追了上来。小哥瞬间有点慌了，他到底要干嘛呢？小松鼠蹦蹦跳跳地挡在了小哥前面，那呆萌的小表情似乎若有所求的样子。小哥也是懵了，第一次遇见这么胆大的松鼠，无论自己朝哪个方向走，小松鼠就是追着自己不放。没办法，小哥只好停下来暂作休息。只见小松鼠爬上小哥的背包，不断嗅来嗅去，似乎在很认真地寻找着什么东西。小哥猜想这家伙莫不是过来打劫的，于是小哥将全部的松子扔在了地上。果然小松鼠一看见松子就冲了过去。你这家伙个头不大，还真是贪心啊！看来喂鸽子的计划彻底泡汤了。吃着吃着，小松鼠突然警觉起来，突如其来的一幕吓了小哥一跳。原来小松鼠是去把鸽子赶跑。确认四周安全后，小松鼠才跑回来继续品尝美味。小哥告诉松鼠，好东西要懂得分享才对。小松鼠转头看向小哥，沉默不语，眼神中仿佛暗示小哥别多管闲事。接着又继续吃起来。此时觉得小松鼠可爱的扣666，小松鼠一边吃着一边警觉地观察四周，生怕有鸽子过来抢走它的松子。可鸽子似乎并不买账，三番五次地跑来探风，看样子是盯上这袋松子了。小松鼠不由得加快了干饭速度，心里很是担心鸽子会抢走自己的松子。不久后，附近的鸽群越聚越多，小松鼠有些慌了，思考着如何将松子转移到安全地带。可这么沉，自己明显拿不动啊！没办法，他只能再次出击，试图赶走它们。可鸽子依旧不肯离去，小松鼠赶紧又跑了回来。小哥告诉松鼠，这么多松子你又吃不完，不如分享一下给别人。小松鼠再次看向小哥，咀嚼正香的小嘴顿时停了下来，似乎很担心小哥将松子拿走。小哥摆了摆手，小松鼠这才继续吃起来。附近的鸽子走来走去，让松鼠时不时就得观察周围的情况。小哥也是被松鼠的样子都笑了。几天后，当小哥再次来到丛林，小松鼠从远处快速奔向小哥。小哥拿着榛果示意他上来吃，小松鼠也没客气，直接顺着小哥的大腿就爬了上去。都说松鼠胆子很小，可这家伙怎么一点也不害怕呢？最终小松鼠如愿以偿地吃到了榛果。小哥告诉松鼠慢点吃，不够这里还有。眼前人和动物相处的一幕多么温馨。
从此以后，小哥每周会来探望小松鼠，并且每次都会为它带来礼物。小哥也成为了小松鼠的第一个人类朋友。万物皆有灵性，你的善举也许会带来生活中的意外惊喜。愿每个生命都能被温柔对待。小老虎凶巴巴的叫嚣：“我可是森林之王，你最好别动我，不然我就吃了你！”饲养员拿来仪器准备测量一下体温，小老虎瞬间慌的一批，要打针了，要打针了！你不要过来啊！小老虎吓得躲到墙角，奶凶的威胁着饲养员不要靠近，可下一秒直接就怂了。饲养员一把将它从角落里拎了出来。原来今天是虎宝宝打疫苗的日子，本想着逃离饲养员的魔爪，可看见饲养员拿出了2米长的针头，小老虎吓得全身瘫痪，四肢明显不听使唤了。随后饲养员一针就扎了进去，小老虎一边喊着奥利给，一边说着我是老虎，我不怕疼。注射完成后的小老虎精神有些恍惚，大口喘着粗气，看来是心里已经崩溃了。堂堂森林之王也怕打针吗？前一秒还在角落狐假虎威的小老虎，被饲养员抱住后瞬间秒变怂货，一脸生无可恋的模样，好像在和世界告别。饲养员告诉他，打针就和蚊子咬一样，保证一点也不疼。半信半疑的小老虎还在犹豫，此时刚打完针的那只大喊：“别信那个女人的鬼话！”小老虎马上不淡定了。一番折腾后，小老虎精疲力竭，最终还是接受了命运的安排。打完针后，这家伙一动不动，不知道是疼晕了过去，还是被吓傻了。把他放开后，居然蹲着行走。目睹前2位小伙伴的遭遇后，任凭饲养员好话说尽，可这只怎么也不肯出来。最后2人合力才将他拎了上来。小老虎骂骂咧咧：“要不是我还没长大，你们怎么敢这么对我？”虽然知道难逃一劫，但这家伙还在挣扎，没办法，饲养员只能将他抱起来。这下小老虎彻底没辙了。随后饲养员给他做了个眼部检查，别看他身体动不了，一脸奶凶的样子，还要试图吓唬人。饲养员转身挑了个最大的针头，随后一针扎了下去。小老虎一脸绝望，似乎已经忘记了疼痛。原来老虎是真的害怕打针，希望小家伙们能健康成长，早日成为森林之王。猫头鹰化身成了邮递员，一天要送出上百封的信件，每天兢兢业业的工作，只为了给宝宝赚奶粉钱。可这天暴雪过后的清晨，站在窗外的猫头鹰嘴里却并没有携带信件，他究竟要干什么呢？主人打开窗户询问猫兄有何贵干，猫头鹰支支吾吾不好意思开口，憋了半天挤出一句话：现在疫情不让到处乱飞，家里宝宝要吃饭，能不能把去年的邮费给我？主人一听这家伙来要账的，趁他不注意立马关上了窗户，奈卡滋蓝的大眼睛一直瞪着主人，似乎在说：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对我呢？第2天一大早，猫头鹰又跑来敲窗户，主人打开窗户问道：你又来干嘛？我不记得有欠你邮费。此时身后的猫咪表情绝了，他惊讶地看着一人一鸟对话，今天才知道原来主人能听懂鸟语。猫头鹰一脸严肃地说：我今天特意找来你家猫咪作证，原来去年夏天的时候，猫头鹰叼着一封信来到窗外，主人打开窗户将信件取走后，便直接关上了窗户，可猫头鹰还是紧紧盯着主人，仿佛在暗示你是不是忘了点东西。可主人并未理会，猫头鹰每天准时来送信，每次主人接过信件后都给他吃闭门羹。猫头鹰心里可是1万个不乐意，不付钱也就算了，请我进去喝杯茶也好啊，难怪这家伙零下40度的天气也要来讨账。望着猫头鹰坚定的神情，主人表示最近压力有点大，询问猫头鹰能否做个分期。猫头鹰思索片刻后，想转身问下猫咪的意见，可猫咪转身就跑了，估计是怕回家挨揍。猫头鹰心想，亏他还和我一个姓呢，太没义气了。主人说要不你再回去考虑一下，说着便关上了窗户。猝不及防的举动让猫头鹰有点找不到北，明明是来要账，现在搞得自己像个借钱的一样。几个小时后，猫咪在窗外不断呼唤主人，示意主人快点开门，外面实在太冷了。打开窗户后，猫咪赶紧跑了进来，可转头看向另一边，猫头鹰正目不转睛地盯着主人，这家伙真是出了名的能熬。你觉得最终主人有没有付款呢？不敢相信，一条狗竟产下28只后代，眼前这个大家庭已经延续了8代。女主人是名副其实的始祖奶奶，白色的莫妮卡正是家族的创始人，她今年已经15岁，其余27只均为莫妮卡的子孙，年龄最小的这只还没满月。小家伙们非常粘人，走哪跟哪是莫妮卡家族一贯的作风，就连躺在床上休息会儿，他们也要跟上来凑凑热闹。小姐姐说，一开始只是单纯想养只狗，可他们生了一窝又一窝，自己舍不得送走，于是变成了今天的局面。每天单是喂食就要花费2个小时，因为每只狗狗年龄不同，所需要的营养也有差别，每次只能轮流投食。比如这只生病的狗狗，就必须要单独做一份。面对如此庞大的家族，小姐姐只能做详细的记录，不然脑袋的内存根本不够用。除了每日铲屎官的日常工作，还要定期为他们修剪毛发。长期积累下来的经验，已经让小姐姐成为一名专业的理发师。小家伙们争先恐后的排队，一番梳妆打扮之后，这颜值瞬间暴涨。狗狗们最喜欢洗澡，不用动手还能享受专业的服务。每天到了睡觉的时间，每只狗狗纷纷开始抢占位置，速度稍微慢点就只能睡地板。凭借28只西施犬，
小姐姐成功晋级百万富豪行列。可别小瞧这群毛孩子，他们可是事业上的好帮手。小姐姐的咖啡店因为这群毛孩子而变成了网红打卡地，许多顾客都纷纷慕名而来，大家对于莫妮卡家族甚是喜爱，他们也成了当地的网红家族，照顾这群毛孩子也成了店员的日常。谁也没想到，小姐姐的无意之举却给自己带来事业上的收获。不经意的善举也许会带来好运，关爱小动物，或许你也会收获意外的惊喜。一团黑影吓得小姐姐哇哇大叫，他们看见了什么？最近小姐姐家中发生了怪事，家里的猫咪整天四处观察，仿佛是看见了什么东西，并且半夜厨房总是传来奇怪的声音，猫咪更是叫个不停。都说猫能看见人类看不见的东西，难道是真的吗？主人说，最近这只小猫的行为很是怪异，总是四处找东西，并且眼睛还经常盯着天花板看。一开始以为是家中进了老鼠，可家里面里外都翻遍了，根本没有老鼠的踪影。猫咪的行为让小姐姐有些害怕，因为大家都说猫能看见阿飘。原本小姐姐也不相信，可现在猫咪成了家里的福尔摩斯，每天先是在客厅里搜寻一遍，眼睛四处张望，又跑去卫生间巡视一圈，每个细小的角落它都不放过。嫌疑最大的就是厨房，猫咪每次都要调查很久才离开，有时候甚至2只猫咪会一起进行调查，可上面明明啥也没有啊，这让小姐姐确信家里一定有什么东西。虽然自己看不到，但猫咪不会平白无故做出反常的行为。一天夜里，厨房里突然传来异响，猫咪闻声走了过去，目光再次朝着天花板望去。这一幕更加证实了小姐姐的猜想。突然这天几人被吓得四处逃窜，他们到底看到了什么？难不成阿飘现身了？小姐姐找来驱魔大神老王，老王收到信息急忙赶来。小姐姐说，昨天我躺在沙发上休息，突然一道黑影朝我扑来，幸好猫咪一巴掌将它赶走，不然自己可能要被带走。原来猫咪不仅能撸，关键时刻还能救命。那么小姐姐口中的黑影究竟是什么呢？2天后，小姐姐终于拍到了神秘的黑影，可看着怎么有点像蝙蝠呢？老王无力的吐槽，好家伙，你是在逗我吗？小姐姐赶忙解释，不，你别看照片这东西缩成一团，它张开翅膀有好几米呢，现在不知道藏哪儿去了。老王一边寻找一边嘴里嘟囔着，我信你个鬼啊！老王在房间里找了一天也不见踪影，甚至拿来内窥镜查看各种角落，仍没有任何发现。最终2只猫咪在门口的位置发现了所谓的黑影，原来真的是只蝙蝠。老王戴上手套将蝙蝠取出，仔细一看，小家伙正在冬眠呢。将蝙蝠的翅膀展开后，发现上面有个洞。老王说，得将这个洞补上，它才能重新飞翔。为了防止蝙蝠脱水，老王从小姐姐那里借来了神仙水，为蝙蝠补充水分。随后老王驾车将它送去了救助站，工作人员用了几滴502就完美的解决了问题。过段时间后，蝙蝠又会重新回归大自然。原来一切都是蝙蝠搞的恶作剧。面对这个结果，小姐姐也有些哭笑不得。